管理1500億美元的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利歐發出了一個震驚全球的警告：世界秩序已經正式崩潰，資本戰爭已經開始。這篇文章在 X 上被快要8000萬人看過。話音剛落，他說的事就發生了。美國和以色列聯手轟炸伊朗，炸死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黃金衝上了歷史新高，而油價也聞聲大漲。達利歐的警告點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支撐了世界80年的遊戲規則已經被莊家親手改掉了。今天這條影片，我會用一張全球賭場的地圖帶你看清3件事。第一，達利歐到底在警告什麼？第二，特朗普從委內瑞拉打到伊朗的真正目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這場資本戰爭裡，普通人如何保住身家，甚至翻身。在最後，我會告訴你，為什麼這場末日會是你賺取第一桶金的最佳時機。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後。我們馬上開始。好，我們先來拆解達利歐這篇文章，標題叫“世界秩序已經正式崩潰”。注意，他用的詞是 official， 正式的，不是可能，不是也許，是已經。全世界的聰明錢都在關注這件事。那他到底在講什麼呢？達利歐的核心觀點就4個字：規則沒了。1945年二戰結束後，美國做老大，建立了一套全球規則。你們用我的美元做生意，我來維持秩序。這套規則運行了80年，現在崩了。他引用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3位世界領導人的話。德國總理默茨說，數十年來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法國總統馬克龍說，歐洲必須準備戰爭。連美國自己的國務卿盧比奧都說，舊世界已經消失了。你看，不是達利歐一個人在喊狼來了，是全世界的領導人都在說遊戲規則變了。那規則變了之後會怎樣？達利歐畫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路線圖。他說，國家之間的衝突會像爬樓梯一樣，一層一層升級。第一層，貿易戰，互相加關稅，這個大家都看到了，特朗普的拿手好戲。第二層，科技戰，制裁華為，禁運芯片，斬斷你的未來，也已經在發生了。第三層，地緣政治戰，代理人戰爭，出錢出武器讓別人去打，烏克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四層，資本戰，這個是達利歐最擔心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把錢變成武器，凍結你的資產，制裁你的銀行，不讓你用美元結算。2022年俄烏戰爭一開打，美國帶頭凍結了俄羅斯央行超過300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3000億啊，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這個等於是莊家直接掀桌子，告訴所有人，你存在我這裡的錢不一定是你的。第5層也是最頂層軍事戰，真正的熱戰。講到這裡，我用一個比喻幫大家理解。想象一下，全球經濟就是一個巨大的賭場，美國是莊家，美元就是籌碼。過去80年，大家都來這個賭場玩，因為信任這個莊家，籌碼隨時可以換成真金白銀。但是現在呢，莊家自己欠了一屁股債，美國國債已經接近39萬億美元，光是利息每年就要付超過1萬億。那怎麼辦？他開始耍賴了。第一招，自己印新籌碼，也就是量化寬鬆。你手上的舊籌碼被稀釋了，通脹就起來了。第二招，資產凍結。看到有客人贏太多，比如俄羅斯，直接派保安把你的籌碼沒收。第三招，不讓你離場資本管制，不讓你把錢轉走。你說這個賭場你還會繼續玩嗎？達利歐為了讓大家理解這有多嚴重，他在文章裡專門回顧了2戰前的歷史。1930年代全球大蕭條之後，各國開始搞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崛起，靠的就是經濟刺激加軍事擴張。而美國當時對日本實施了石油禁運，這就是經濟戰。結果呢，日本被逼到牆角，選擇偷襲珍珠港。達利歐的意思很清楚，歷史告訴我們，經濟戰之後往往就是熱戰。而現在美中之間的經濟戰已經打了好幾年了。他還特別點明了一個最危險的火藥桶——台灣問題。他說，美中之間關於台灣的衝突是目前最具爆炸性的。他還說了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戰爭中最確定的2件事，第一，不會按計劃進行；第二，比你想象的糟糕得多。所以達利歐的警告
歸根究底就一句話，支撐了世界80年的美元秩序正在從內部瓦解。那問題來了，作為這套秩序的莊家，特朗普到底在幹嘛？他是在保衛這套秩序，還是在親手拆毀它？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很多人看新聞覺得特朗普就是個瘋子，今天打這個，明天打那個。但是如果你把他2025年上任以來的所有動作像拼圖一樣拼起來，你會發現一條清晰的可怕的逻輯線。他其實是在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加速美元信用的崩溃，試圖用短痛換取長生。我們來看這張全球賭場的地圖。第一步，1月3號突襲委內瑞拉，抓了馬杜羅。為什麼要先打他？因為委內瑞拉坐擁全球最大的石油儲量，而且是俄羅斯和中國在南美的鐵桿盟友。拿下委內瑞拉，等於是在美國的後院插了一面旗，告訴所有產油國，石油必須用美元結算。第二步，威脅丹麥要買格陵蘭島。大家可能覺得好笑，買一塊冰，你看地圖就明白了。格陵蘭剛好就卡在北美和歐亞大陸之間，是北極航道的咽喉要地。隨着全球暖化，北极航道正在成為新的全球貿易动脈。控制格陵蘭就是控制未来，而且格陵蘭底下有大量的稀土資源，是科技戰的關鍵原材料。第三步，2月27號，特朗普暗示可能對古巴進行友好接管。古巴在哪？就在美國家門口，這是在鞏固加勒比海的控制權，確保美國的後院沒有敵人。第四步就是美以聯手轟炸伊朗。這一步其實早有預謀。其實美國和伊朗進行了3輪核談判，3輪全部談崩。核心分歧是什麼？特朗普的底線是伊朗絕對不能進行鈾濃縮，談不攏那就打。而且這次不是小打小鬧，美軍雙航母集結，以色列關閉領空，並宣布全國特別緊急狀態。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空襲中被炸死，擊斃了多名伊朗高層領導人物，包括革命衛隊司令。伊朗隨即向以色列和美軍中東基地發射彈道導彈和無人機進行報復，甚至波及迪拜和多哈。那為什麼伊朗這麼重要？因為伊朗是中東唯一一個公開挑戰石油美元體系的國家，它跟中國做石油生意用的是人民幣結算，打伊朗就是要殺雞儆猴，告訴所有中東國家，誰敢繞過美元，誰就是下一個。所以你看到了嗎？從南美到北極，從加勒比海到中東，特朗普的每一步棋都是在加固美元賭場的圍牆。他不是在發動戰爭，他是在告訴全世界，這個賭場我說了算。但實際上，每一次他這麼做，都是在親手砸掉賭場的招牌，因為信任一旦被打破，就很難再建立起來。歷史上，美國每次都用同樣的劇本。1990年海灣戰爭，薩達姆想用歐元結算石油，結果被打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也是同樣的邏輯。2020年伊朗的蘇萊曼尼將軍被定點清除，因為他在整合中東力量，試圖擺脫美元控制。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是壓着同樣的韻腳。摩根大通的 CEO Jamie Dimon 在投資者會議上就說：“我的焦慮非常高。”他警告美國債券市場會在上升的債務壓力下分裂。And you are going to see a crack in the bond market. Okay? It is going to happen. 而高盛就說，如果伊朗局勢升級到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油價可能飆升到每桶120美元以上。你想想，全球20%的石油運輸都經過那裡，油價暴漲，通脹就會回來。美聯儲降息的希望破滅了，股市要承受雙重打擊。那問題來了，在這個賭場裡，你的籌碼應該放在哪裡？美股這麼貴 ，AI 泡沫達利歐說已經進入80%的興奮期。港股如果台海有事，肯定大受影響。債券達利歐說遠離現金，通脹吃掉你，所以要對沖美元風險，對沖美債風險，對沖經濟衰退，對沖地緣政治，黃金是最好的選擇。達利歐在世界政府高峰會上明確說了，當金錢被武器化的時候，黃金是唯一的非信用貨幣。他建議投資組合裡應該配置10%到15%的黃金，而且他說黃金已經成為全球第2大儲備貨幣，超越了歐元。
而且你看看全球央行在幹嘛？中国央行已經連續10幾個月在增持黃金，俄羅斯、印度、土耳其都在買。為什麼？因為他們親眼看到了俄羅斯3000億美元被凍結的教訓，他們不想成為下一個。這就是去美元化的根本原因。我從1800美元就開始跟大家分析黃金，有興趣的話可以看完這條影片再去看看。所以我的結論很簡單，在這個資本戰爭的年代，黃金不是避險，而是戰略核心。它不是讓你短線賺快錢的，而是讓你在貨幣體系崩潰或者資本管制的時候保住你的身家。除了配置黃金，在這場資本戰爭裡，我們普通人到底應該怎麼做？在講具體策略之前，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現在外面下着暴風雪，你是應該躲在家裡瑟瑟發抖，還是穿上最好的裝備出去尋找那些被凍僵的獵物？大部分人會選擇躲起來，但是真正的獵人知道，暴風雪的時候才是獵物最脆弱、最容易捕獲的時候。投資也是一樣，我年輕的時候也輸清光過2次，但正是那些慘痛的教訓，讓我悟出了一個道理。在投資裡面，真正賺大錢的機會不是在牛市，而是在冬天。為什麼？因為冬天的時候，市場會犯大量的錯誤，好公司被恐慌拋售，價格遠低於價值，這就是我們逆向價值投資者的天堂。邓普頓爵士說過，在大家都絕對悲觀的時候，就是買入的最佳時機。2024年1月，香港人都在說珍惜生命，遠離港股。我就跟我的學生說，這是投資者的天堂。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所以現在這個全球動盪的冬天，不是讓你恐慌的，而是讓你準備好的。我總結了3個冬天生存法則。法則1：從買指數轉向現金流防禦。過去10年，大家習慣了買指數基金，閉着眼睛都能賺錢。為什麼？因為賭場在大放水，水漲船高。但是現在，達利歐警告 AI 泡沫已經進入80%的興奮期，債務成本上升可能會成為刺破泡沫的針。那怎麼辦？達利歐的建議是，減持那些高度依賴債務融資的公司，轉向具備強勁現金流、低負債率、有競爭護城河的優質股票。用我的話說，就是在沙漠裡，你要找的不是跑得最快的駱駝，而是自帶水袋的駱駝。不管外面多乾旱，它自己能活下來，甚至還能在別人渴死的時候搶占更多的水源。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的投資核心是逆向價值投資。在市场錯殺的時候買入好公司，就像釣魚一樣，你要去魚多的地方釣魚，用對的魚餌，然後耐心等待。不要問魚什麼時候上鈎，該上鈎的時候自然會上鈎。我的10倍股框架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被市場錯殺，這個階段是最重要的，因為分母小，漲10倍的幾率最大。舉個例子，2020年特朗普制裁中移動，股價跌到40塊以下，所有人都在跑，但是我大量買入，因為制裁不影響它的基本面，它的現金流、股息率都非常好。現在中移動80多塊，加上每年12%以上的股息，回報非常可觀。中海油也是一樣，7、8塊錢買。再比如英偉達，在2022年就看好它了，之前很多影片都有講過。第二階段被驗證產品好，而且能賺錢，這個階段股價開始穩定上漲，但是大部分人還是不敢買。第3階段被吹捧講故事的階段，漲得最快最爽也是最危險。散戶最常犯的錯誤就是在第3階段才追進去，一下子就被套住了。而富人思維是在第1階段就進場。那怎麼找到這些被錯殺的好公司？這就需要系統的學習。在我們的10倍股公益課裡，能夠幫你找出真正強勁優秀的股票，讓你的資產增長得更加穩固，投資績效大幅提升。這個有系統的不斷找到10倍股的方法，是我30多年投資經驗的精華總結，現在毫無保留的分享給大家。最重要的是，我把普通投資者最常犯的10個錯誤制作成一個60分鐘課程。這10個錯誤不僅是容易犯，而且每個都會讓投資者損失慘重。要提升投資回報，
最直接的就是減少犯錯，輸冤枉錢。所以我把這堂價值滿滿的60分鐘課程完全免費的送給大家，快點點擊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法則2：遠離債券，特別是長期美國國債這一點，達利歐講得非常直接。他說，當美國的債務利息支出開始擠壓其他政府開支的時候，債券就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了。美國國債現在接近39萬億美元 ，CBO 預測2026年聯邦赤字將會達到1.8萬億，未來10年光是利息就要付14萬億。特朗普在國情咨文裡一個字都沒提國債問題，為什麼？因為無解。你想想看，過去大家說買國債是無風險投資，其實最大的風險就是買了無風險的產品。為什麼？因為你是在相信一樣東西，相信錢在1971年之前，35美元等於1盎司黃金。今天呢，1盎司黄金要5000多美元，你的錢已經被稀釋了150倍。達利歐在他的文章裡引用了2戰的歷史教訓，他說，在戰爭時期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靠借貸和印鈔融資，這會使債務和貨幣貶值。這不是理論，這是歷史反覆驗證的事實。所以，如果你現在還把大量資產配置在長期美國國債上，你需要認真重新審視了。法則3：跨國布局，不要把所有籌碼放在一張桌子上。既然莊家不靠譜，那我們能不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達利歐特別提到了像阿聯酋這樣的中立國，在資本戰爭中，這些中立國反而成為了資金的避風港。同時，他也認為亞洲的部分新興市場在當前的債務週期中具備重新校準的機會。我的看法是，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特別是不要過度集中在中港台任何單一股市。如果真的打仗，無論是世界大戰還是局部的台海衝突，港股肯定會大受影響。但是歷史也告訴我們，打仗初期所有股市都會受影響，但是打贏的國家股市最終會漲。2戰期間，美股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關鍵不是不投資，而是要分散，要做功課。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團隊每周都在做全球市场的深度研究。在我們的課程裡，我會帶大家一起分析不同市場的機會和風險，用數據說話，而不是靠感覺。你可能覺得這些聽起來都很有道理，但好像還是很難。沒錯，因為最難的部分不是知識，而是人性。好了，我們來到最後，還記得開頭我說這場末日會是你賺取第一桶金的最佳時機嗎？大家都在說末日、崩潰、資本戰爭，聽起來很恐怖。其實歷史上每一次末日都誕生了一批新的富人。1990年海灣戰爭，黃金從370美元漲到414美元，漲了8%。如果你在戰後的恐慌中買入被錯殺的石油股，3年後翻了好幾倍。2008年金融海嘯，巴菲特在所有人都在逃跑的時候，投了50億美元買高盛，後來賺了多少？超過30億美元的利潤。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股市暴跌。如果你在3月份的恐慌中買入，到年底就翻倍了。你看到規律了嗎？富人和窮人的最大區別不是誰更聰明，而是誰在恐慌的時候還能保持清醒，還能做出理性的判斷。富人思維不是賺快錢，而是在別人恐懼的時候貪婪，在別人貪婪的時候恐懼。巴菲特說的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你有一套系統的框架，你就能克服情緒，用理性做決定。達利歐的警告是真實的，資本戰爭也是真實的。正因為這樣，市場會犯下大量的錯誤，好公司被恐慌拋售，資產價格被嚴重低估，這就是逆向投資者的天堂。鄧普頓說，牛市在悲觀中誕生，在懷疑中成長，在樂觀中成熟，在興奮中死亡。現在我們正處在悲觀的階段，這意味着什麼？下一輪牛市可能正在悄悄誕生，但前提是你要有能力辨別哪些是真正的好公司，哪些是陷阱。你要有系統的投資框架，而不是靠感覺、靠新聞、靠別人的號碼。最後，達利歐說，戰爭中最確定的2件事：第一，不會按計劃進行；第二，比你想象的糟糕得多。但我想加一句：
第三，在最糟糕的时候，往往藏着最好的机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準備好自己，等待機會來的時候，有能力、有勇氣去抓住它。你覺得在這場全球資本戰爭裡，最大的機會在哪裡？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我們集思廣益。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我們下條影片再見。